如果你以為這又是一部披着仙俠外衣的霸總甜寵劇，那老頭 Z 只能說你太小看這盞提燈的威力了。迪麗熱巴時隔多年重回奇幻題材，這次演的不是軟萌小狐狸，而是活了400年的冷酷鬼王赫斯木。他在戰場上一現身，那種生人勿近的壓迫感，老實說，我隔着熒幕都覺得冷。這部《白日提燈》改編自黎清然的同名大作，3月底在 Disney+1上線，就直接引爆討論。故事的核心設定非常瘋狂，一個失去五感的強大鬼王遇上了一個陽氣旺到不行的少年將軍段須，兩個人因為一把零件結下命咒，從此聽覺、味覺，甚至是生理上的悸動都能瞬間共享。這種你痛我也痛，你爽我也爽的同步感，簡直是把劇情的張力拉到了生理次元。如果你想看這盞燈能燒到多旺，記得先訂閱老頭 Z， 帶你挖掘更多影視冷熱門。說到選角，大家一開始對熱巴配陈飞宇是有點疑慮的，年齡差跟那种姐弟感在官宣時吵得沸沸揚揚。但看了前幾集，老頭 Z 發現這對鬼將 CP 竟然意外的和諧。熱巴那種天生帶點神性的清冷感，剛好壓住了鬼王那種看透世間生死，卻又對感覺充滿渴望的情緒。而陳飛宇飾演的段須，表面上是個玩世不恭的少年將軍，實際上城府深不可測。兩個互懷鬼胎的人湊在一起，這可比單純的談戀愛精彩多了。劇中的世界觀建立得非常扎實。赫斯木雖然貴為鬼王，但他在人間卻找不到一絲活着的證據，聞不到花香，嘗不出酒味。這種絕對孤寂的痛苦被劇本處理得很有質感。直到段須出現，他就像是一個充滿溫度的強大能量源，強行闖入了這個死寂了400年的世界。目前 IMDB 評分維持在7.8左右，在華語劇中算是相當穩健的開局。這也證明了觀眾對這種反直覺 CP 的接受度其實很高，而且這部劇的服化道是真的沒在開玩笑的。作為2026年的重磅作，它的特效水準，尤其是那些靈異案件中的鬼怪形象，終於不再是那種廉價的5毛錢特效了。導演秦真在構圖上非常有講究，每一幀截下來幾乎都能當桌布，特別是在描述五感共通發生時的那種感官重疊的視覺化處理，那種意識流的轉場，確實展現了這部劇想要做出不同於以往仙俠劇質感的野心。如果你還在觀望，目前播出的前10集節奏，絕對能讓你一口氣刷完不手軟。進到了第2階段，劇情開始深挖五感互通帶來的趣味與糾結。想象一下，當你在前線帶兵打仗，突然間舌頭傳來了一陣清甜的點心味，或是耳邊響起了400年沒聽過的優美琴聲，這種強行介入對方生命的強制感，成了段須攻略鬼王的最強武器。他不是用武力征服，而是用他那滾燙的器官、鮮活的感官，一點一點的誘拐赫斯木去重新感受這個世界。這段關係的進展真的有股說不出的色氣感，但老頭 Z 在這裡要給你一個靈魂反轉。你以為這只是戀愛的小把戲嗎？錯，這背後的代價是極其慎重的。這種命咒不僅連接了感官，也連接了生命的結束。兩人看似在曖昧拉扯，其實是在一場注定有人要犧牲的豪賭中互相試探。段須的腹黑程度絕對是你目前在熒幕上看到的高峰之一，而在最新的15到18集中，兩人那種若即若離的氛圍被推向了高潮。特別是那場雨中的對峙戲，當段須第一次意識到自己不僅僅是在利用鬼王，而赫斯木也第一次流露出了那種400年來未曾有過，不知名為懼怕還是依戀的眼神時，那一幕老頭 Z 真的要給攝影師加雞腿。那個光影控制直接把那種宿命感焊死在觀眾腦袋裡。熱巴的眼神戲在這段明顯進步超多，你真的能感覺到那個清冷的靈魂在顫抖。而且這部影集的結構很有意思，它是以12個靈異懸案來串聯主線，每一個案件背後都隱喻着一段被世俗遺忘的情感。赫斯木提燈而行，召見的不只是冤魂，更是那些躲在黑暗處連鬼都不敢直視的人性陰暗面。這種單元劇加強主線的模式，讓它在跟播的過程中完全不會讓人覺得疲乏。每一個小故事的完成度都相當高，甚至有些支線角色的便當發得讓我這看片20年的老頭都差點掉眼淚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是段須，你面對的是一個隨時可以捏死你，卻又因為你的出現才重新學會呼吸的神級存在，你會怎麼選？是利用它完成你的政治野心，還是真的沉淪進去？這部劇的高明之處就在於它從不避諱這種權力不對等的美感。兩個人在目前這19集裡，簡直是把成年人的曖昧玩到了極致。那種明明沒有任何大尺度的接觸，卻透過五感的共享讓觀眾看得臉紅心跳的功力，真的值得目前國內那些只會尷尬壁咚的甜寵劇好好學習。好，
吹完了優點，接下來進入老頭 Z 招牌的毒舌模式。這部劇雖然目前維持在19集，但中間其實出現了嚴重的節奏崩壞現象，特別是在12到14集那個支線故事裡，剪輯碎片化到像是在看預告短片集。我不知道是為了要把40集塞滿，還是劇組出了什麼狀況，但那幾集的節奏讓我在沙發上差點坐到睡着。那種明明可以用一幕戲講清楚的過場，非要用3個慢動作特寫來填時間，這種行為真的會消耗觀眾的耐心，好嗎？再來，我必須直說，陳飛宇的演技在某些重情緒場面還是接不住熱巴的氣場，尤其是在涉及2人身份对立、需要極度爆發力的時候，段旭的那種狠力有時候看起来更像是小孩子在鬧脾气，而不是那種在死人堆裡爬出來的腹黑將軍。他太乾淨了，帥是真的帥，但那種杀伐果斷的戾氣，在他身上跟在熱巴身上那種不怒自威的鬼氣相比，明顯差了一個檔次。這讓某些本該讓人心碎的衝突，看起來竟然有點像在吵架鬥嘴。現在我想請你代入一下那個場景，你是一個鎮守邊疆、手上沾滿鮮血的將軍，你正準備用計殺死眼前這個看起來像仙女，實則是怪物的女人，但她突然分享了你的心跳，聽到了你在那一瞬間最軟弱的愧疚。那種被看光光的羞恥與不安，應該是這場戲的靈魂。但目前這部劇在處理這種深度心理層面時，往往選擇用大音量的背景音樂來蓋過去。老實說，作為觀眾，我希望能看到更多安靜的、靠眼神和微表情撐起來的戲，而不是一直用昂貴的配樂強行煽情。此外，雖然魏哲明和張力等配角的演技都很在線，但目前的劇本似乎過度為了反轉而反轉，有些陰謀的邏輯在細節考究下根本站不住腳。你堂堂一個鬼王，隨便一個吹氣就能滅了一座城的實力，卻在某些橋段為了讓男主角英雄救美而顯得特別無力。這種為了讓男女主角互動而強行降智的設計，真的是國產奇幻劇最難改掉的壞毛病。老頭 Z 看到這裡的時候，真的差點翻白眼。能不能給我們家鬼王一點應有的戰鬥力尊嚴？說真的，現在有些劇組是不是覺得反正有大流量主演，畫面拍得唯美一點，觀眾就會買單？這種想法在2026年真的該被淘汰了。觀眾現在口味挑得很。白日提燈，如果想要成為像《甄嬛傳》那樣可以讓人10年後還拿出來反覆品味的經典，在接下來的20集裡，真的必須把重點放在劇情的嚴謹度上，而不僅僅是那個美美的五感特效。美則美矣，靈魂也要跟上啊。總結一下，這部《白日提燈》目前播到第19集，老頭 Z 會給他一個值得一追，但別帶過高期待的評價。如果你是為了看熱巴絕美的鬼王造型，或者喜歡這種相愛相殺的強制愛設定，那這部戲絕對是你的菜。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他能在 Disney 加台灣區跟 WETV 都拿到觀看冠軍。畢竟在目前這個大家都很累的時代，看高顏值的人在一起拉扯，確實很解壓。但如果你追求的是像原著那樣，有一種深入骨髓的孤寂與救贖的史詩感，那你可能會對現在這個偏向偶像劇包裝的版本感到一點點落差。接下來的進度將會進入原著最虐心的修羅場。我也很好奇編劇要怎麼處理那個足以摧毀2人的秘密。根據我目前掌握的消息，下周更新的20到22集會有一個巨大的反轉，涉及段旭身世的真相，這可能會是他角色立體度逆襲的關鍵一戰，我們可以拭目以待。對於跟播的建議是，這部劇的畫面細節很多，如果可以的話，盡量選擇4K 畫質，並且接一個好一點的音響，因為它在聲效處理上確實下了不少苦功。特別是那種透過共享聽覺傳過來的呼吸聲和心跳聲，立體聲場会讓你的代入感加倍。目前的播出排程是1周更新5天，節奏還算適中，周末空下來一次刷個5集，那種沈浸感的體驗會比每天等1集更好。最後，老頭 Z 想說，華語奇幻劇能走到白日提燈這個工業水準，其實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它雖然有着種種節奏跟演技上的瑕疵，但它試圖去探討感官與靈魂連接的深度，以及那種雖然我是怪物，但我也渴望被你觸碰的宿命感。這點在目前的市場上是非常大膽的。不管你是喜歡還是討厭，這部劇都已經成為2026年不容忽視的一個現象級坐標。所以把這盞燈提下去吧，看看在這個漫長的黑夜結束後，這2個人到底能不能見到天亮。看完目前的進度，你覺得迪麗熱巴跟陳飛宇這對組合是真的有火花，還是純粹靠臉在硬撐？那個五感互通，如果是你最想跟誰共享？在底下留言告訴老頭 Z， 讓我看看有多少人是真的在看劇情，又有多少人是跟我一樣只看熱巴的鬼王盛世美顏。別忘了按讚分享，還有訂閱影視觀測站。我們下期再見。